哦，哎，屁股真翘！你就臭丫头，你给我少管闲事儿！哎呀，还敢跑？姐可是全国武术冠军！放开我！给我放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？他是变态，他刚刚偷摸我。你原来这是见义勇为的女英雄，这种死变态就得送进局。对，送进局。走，警察局。走。我不是在抓流氓吗？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我这是……苏婉欣被后妈设计下线后的第2年，见义勇为救了林家孙子，却在上岸时被莫名其妙出现的林水生强行拉了一把，男女师生抱在一起，被别人看见露了把柄，被迫嫁进林家当牛做马。哼，呸！城里来的就是不行，干活磨磨唧唧的，扫快点，我还等着吃饭呢。嫁给林水生后，这渣男就入伍当兵去了，留下苏婉欣在乡下吃尽了苦头。没多久得知林水生早在城里另娶，以为自己终于能解脱。我要回护士，不然我就去告林水生，他就叫重婚罪。进去吧！你干嘛？给我老老实实待在林家，想回城里，这辈子都没可能。放我出去！我要回去！放我出去！杨生想尽办法都没有逃出去。失去了活下去的欲望，最后用一根绳子了结了自己的一生。多好的姑娘，就用一根绳子了结了自己的生命。弟妹，起来做饭了，一会儿大家伙儿还要下地干活呢。谁啊？凌晨3点，喊我起床做饭。可惜啊，我不是那个苏婉欣。苏婉欣，我喊了你10分钟，你才起来呀？要我说呀，你们城里人可真会想。啊！苏婉欣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吃，你就知道吃，咋的？你见不着明天的太阳，非得现在就吃？你给我等着！林福生，你给我起来！你媳妇儿被人打了，你还睡？你是个男人吗你？你可别嚷嚷了，难听死了！你的声音比老公鸡还长。林福生，你给我出来！怎么回事啊？林福生，林水生的大哥，为了当兵津贴，一直想让自己的小姨子嫁给林水生，因此对突然出现的苏婉欣格外不满，干了不少欺负原生的事。这个贱人，他居然敢打我！敢打我老婆，你不要命了是吧？走你！妈，有人打我！苏婉欣，你犯了天了！你敢打我儿子，看我今天不打你下去！哎呀呀！老头子，他居然敢打我！老儿媳妇儿，咱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？嘿，好好说。我才嫁进你们林家，半夜3点多了，让我起来给你们做饭，咋的？你们一家人没命活了，非得现在就吃？不是，还有啊，
别给我搞什么葫芦娃救爷爷这一套。不好意思，在下呢略懂一些拳脚。哎呀，老二家的，你这么说话就有点过分了啊！你小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，你太小，你没有教养。今天作为公公，我可以……你也下去吧。特别好，一家人整整齐齐。这几巴掌估计能让这几个奇葩消停点。先去睡觉，睡饱了还得把原身带过来的嫁妆找到。爹，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们？就算他会功夫，他能打过我们4个吗？爹，这要是咽下这口气，他以后在咱们家可是作威作福的。你老娘儿，老娘嫁给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苦，你现在还让我忍的小贱人，你还不如杀了我算了。你吵什么吵什么呀？东西不都在你们那儿吗？知情点，他回不去。把家里的粮食都给我锁好了，饿他几天肯定听话。护士那边可说了，必须困住他4年。我跟你们说，谁要是敢坏我好事儿，我要头看。行了，收拾收拾，准备休息吧，明天还得下地干活呢。福生，福生，哎呦，幸好还有这俩宝贝。我一定要藏好了，不能让苏婉星那女人调回去。就这，拦得住我？原主的记忆当中，他的金银财宝都被大嫂拿走了，应该就在这儿。搞定！你还真不愧是林家的鸡啊！拉屎都在我这儿来，这一家都欺负原主。哇，果然是农家养的鸡，就是香，尝尝。你居然敢偷吃！这就是林家旺原主救起来的小崽子，要不是他，原主也不会在林家蹉跎一生。更无语的是，直到后来原主才知道这臭小子水性极好，根本不需要他救。还吃我家的鸡，是我奶给我留的，我要去告诉爷爷和奶奶。吵什么？过来，我有话要问你啊！当初是谁让你去河边洗澡的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闭嘴！吵死了！这林家旺虽然才10几岁，但却是个实打实的魔头，不仅偷看女主洗澡，还各种捉弄原主。谁？几年之后更是害死了一个小女孩，现在修理她也是替天行道了。小孩，过来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啊！说，当初是谁让你去河边洗澡的？是我爷让我去的，他让我跳进水里呼救，把你引过来，等我二叔来了，我才能上岸。看来我分析的没错，原主当初还是被人算计了。
然后呢？我爷每周都要去公社去拿信，那些信是从护士来的。护士？原主就是护士人，难不成林家背后的人是他渣爹和后妈？等我告诉我爷，让他来打死你！嘿，你小兔崽子！眼下这些都只是猜测，我得去确认一下林家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，知己知彼，我才能睡得安稳。同志你好，我是陶溪村的知青。我家里人说给我寄了信件，所以我想来查一下。哦，陶溪村的包裹跟信件登记都在这里，你自己看一下吧。谢谢。孙林花，原主的后妈，果然是他们。时间3年前，3年前，3年前原主还在读高中啊，居然这么早就开始琢磨把她送去乡下受罪，真是畜生。不过，孙林花为什么会跟林老蔫认识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孙林花之前好像叫林大花，也是陶溪村人。难不成她跟林老蔫是一家人？不行，我得找个人问问。同志，我看完了，放这了，谢谢。哎，好。周长官，去年你来俺们村视察，给了俺们村最高的评价。今年啊，俺们村发展的更好了，村里人可团结了。那您管理的好，再加上村里人齐心协力，才管理的这么好。谢谢长官认可。不过今年还没到评选时间，您提早来是有什么重要任务吗？我就是做任务路过，顺带来帮长生取点东西。哦，您带路就好。没问题，前面走。您带路就好。同志，同志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走神没看好路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臭不要脸，臭不要脸！这可不是游乐园的 NPC， 乱摸他也叫流氓罪啊！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呢？周局长，真不好意思，那是城里来的知青，平时挺谨慎的一个小姑娘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冒冒失失的，你看。没事，您带路就好。行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前2天在河边还一丝不挂呢。这不是来了吗？这小苏知青也太没礼貌了，这见了人也不知道打个招呼啊。可不咋地，这老公有背景啊，就是不一样，都看不上咱们这些泥腿子了。那又咋地？这要是我姑娘光天化日随便被个男人看了摸了，我肯定是要打死他的。就是这些人嘴里没有一句好话，当初要不是他们在背后嚼原主和林水生的舌根，原主也不会嫁给林水生，更不会落得那么悲惨的下场。此仇不报非女子。某些人啊，真是双标，自己光天化日跟野男人在草地里打滚，你说这要是自家孩子知道，不得羞死啊？你说对吧，周老婆子？他这不会是知道我前2天跟张老头的事儿了吧？不可能，今天村里别人都去参加村里活动，我俩偷偷跑出来没人看到，一定是在诈我。哼，小苏知青，你自己不检点，还在这胡说八道。这林老蔫教不好儿媳妇儿，老林家遭罪喽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骂我可以，骂我公公可不行。我公公前2天还告诫过我，千万别学你啊！你自家男人不在家，净找村里男人解闷。哎，听说你最近找了老张头是吧？这村里活动不参加，你俩不能是去小树林搞浪漫啦？老周婆，你睡我男人！小苏知青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真的呀！我还听说这周老婆子夸老张头大腿根上有个刀疤，很帅气呢。你胡说！老张头大腿根明明只有胎记，没有疤。老姐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那都是胡说的。
李婶，你家老头腿上真有胎记啊！我把你当姐妹，结果你是我男人，周小草，老娘的男人你也敢抢？看我今天不弄死你！哎，你还说我？你能比我好到哪儿去？干什么呀？松开！松开！别打了！林老娘都怪你多话，叫的儿媳妇儿也是满嘴胡话。你还敢过来？你还敢过来？你看我不打死你！我让你多话，让你多话，叫你们乱嚼舌根。就是这儿了，林老蔫的死对头林大全家。婶子，刘奶奶。林老蔫的儿媳，你来干什么？原主记忆里，林大全跟林老蔫家虽然是亲戚，但林大全孩子和爹的死和林老蔫脱不了关系，至此两家老死不相往来。现在村里人都那么讨厌知青，又没人帮我开证明离开护士，要是能搞定林大全一家，我就有办法逃离这个村了。婶子，你别着急，我这次来是有正事要讲，慢慢说。奶奶，婶子，咱们也是老熟人，我不跟你俩斗圈子。林大花跟你们什么关系啊？小苏知青，你认识林大花？你是不是知道她在哪里？这林大花果然有问题。婶子，你别着急，坐下来听我慢慢跟你讲。实不相瞒，我确实知道她在哪儿，而且我今天来就是来帮助你们的。但在这之前，你们得告诉我，她跟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林大花，她是我的小姑子，也是我们的仇人。她在14岁的时候骗了村上地主家15块钱的彩礼，还卷了家里所有的钱，跟一个姓刘的土匪私奔了。地主家找不到人，就把我的一双儿女拉去给卖了。公公也是在抢孩子的时候，被人活生生的给打死了，害得我们一家家破人亡。小苏知青，只要你告诉我林大花的下落，我顾春香这条命就是你的，我一定要让她血债血偿。婶子，实不相瞒，如果你们说的这个林大花跟我说的那是同一个人，那我们就算是有共同的仇人。小苏知青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我阿妈是家里的独生女，13岁那年，外公外婆找了一个叫林大花的女人来照顾。因为她把我阿妈照顾得很好，非常仔细周到，后面她就央求我外公给她改名姓孙，叫孙林花。我阿妈前几年去世了，1年时间不到，她就突然嫁给了我爸，成为了我后妈。而且我这次下乡就是她报的名。但我今天才知道，这孙林花和林老蔫在我下乡之前就有书信往来，我下乡是他们设的一个局。我就知道，虽然林老蔫不承认，但林大花当年能跟土匪私奔，就是他帮的他。小苏知青，你是怎么肯定孙林花就是林大花的？林大花的肩膀上是不是有一块胎记，大概铜钱那么大，耳朵后面有一颗黑痣啊？是他，就是他呀！春香，去，赶紧把大全叫过来，咱们好好合计合计这个事儿。好。小苏知青，你需要我们帮你做点什么？你需要我们帮你做什么？跟聪明人合作就是不费事。奶奶，说实话，林家坑我这事儿，我跟他们肯定没完。但是我现在人在乡下，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。我想开回乡探亲，还有跟林水生的婚姻证明，这件事只有你们家能帮我。知青返乡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哎，行吧，我就拉下我这张老脸，这事儿啊，一定帮你办妥。好，奶奶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你这脸咋整的呀？还不是苏婉清那个贱人！他在晒场戳穿了张老头和周老太太的仇事张老头看不过把我给打了。又是这个坏女人，今天还不上锅！
害我和福生多干那么多活。就是把我手磨得都快出水泡了。哎呀，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！哎呦，贾旺啊，你这脸这是咋的呀？苏婉清的臭女人，趁你们不在家偷吃了鸡，你看她还把我脸给打了。你说啥？1、2、3、4，娘，就是少了一只鸡。哎呀，还是下蛋的那一只。什么？天杀的，吃了我那只会下蛋的鸡！哎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不见了！爹娘，肯定是苏完星那个贱人，他把我东西全拿走了。这里面还要给你们下个月的零用钱。这个天杀的赔钱货！不仅吃了我的老母鸡，连我的钱也要黑。这小娼妇呢？去哪儿了？我今天要打死她！阳光彩虹小白马。嘿，你个老太婆，你不讲武德偷袭我！嘿，你个老太婆，你不讲武德偷袭我！老娘这是光明正大的教育儿媳妇，我今天非把你教训老实不可，否则我就不姓李！哎呀！打死人了呀！打死人了！哎呦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？苏婉星，你无法无天，居然敢殴打你婆婆！像你这种人就应该绑起来用戒。好啊，那咱们去报治安员，看看人家查明真相，抓你抓我。你当初跟我后妈一起联合算计我的时候，没查清楚我的底线。小苏之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啥叫他后妈和你老爷一起算计他？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我当初被水生从水里救上来这事儿，就是林老娘先害的。啊，我就说嘛，林家旺从小水性那么好，怎么会突然就溺水了？而且还要小苏之前亲自来救。是啊，我记得那天明明去地里准备上工，是林老蔫非说水里有鱼，喊我们去抓鱼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林家的阴谋啊！你放屁！是你心思不纯，主动勾引水生。家旺，你说是不是他知道你水生说会从一条小道走，而假装溺水？对，没错，我不同意他就打我。你们看，他今天又打我了。天杀的，我林家遭了什么孽呀？先是打侄子，后来打妈妈，现在用撬锁偷东西。撬锁？就算是一家人，这可是盗窃，要是上报，可是要被抓起来的。是啊。大嫂，我看是昨天晚上的打没让你长记性啊！偷东西，看看谁偷谁的东西。给我！大家看看，我的金项链怎么在你那儿啊？大嫂啊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戴着好看吗？你胡说八道！这是我前2天回娘家拿我小姑子的呀。哟，小姑子的，咋地？你小姑子已经苏婉星。大婶，你看看，这上面是不是刻着苏婉星呢？对呀，刻着名字呢。怎么回事呢，秀美？你不是说苏婉星偷了你给我们的零用吗？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吧？咋？你俩现在甩锅还想甩我头上？大嫂，你不会是知道我是带着金链子嫁到你家来，想自己独吞吧？哎呦，妈，你别听她胡说，我有什么东西不给家里吗？这女人就是使坏的，你别受她蛊惑呀。到屋里再找你算账，咋的？这就不对质了。好，我一个外来的知青，你们想咋欺负就咋欺负吧。大家伙评评理，他们这家人半夜3点叫我起床做饭就算了，这会儿还偷我东西当打一耙，反过来再糟我，咋的？真当我好惹的？对了，娘，你不是最会教训儿媳妇了吗？你咋这会儿不教育她呀？你教育她呀！你也太偏心了，你太欺负人了！你这真是太过分了！
欺负个知县还连吃带拿的，真是太丢我们村的人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上次起夜的时候，我还看见小苏知青在河边准备打水回家做饭呢，真是太可怜了。要我说，这事儿得告村里，替小苏知青讨回公道。这事要传出去了，影响咱们村的平庸。对，就是。敢诬陷我老婆，欺负我老娘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们！周同志，就这个院子，俺们村你也看了，山清水秀，人也和善。水生的父母啊，是我们村为数不多的体面人。以后有机会，希望你在上头多说说好话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吵？非打死你们！是他。哎呦，你要打谁呀？你挺能耐呀！没想到她不但漂亮，身手还这么好。这咋整？刚被周长官夸完团结，这不妥妥打我脸吗？住手！快住手！大队长来了。是刚刚那个小帅哥，滚蛋！队长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没看水生的战友在那儿吗？还不嫌丢人？他战友不是明天才来吗？我哪知道？好了，散了，回家吃饭，下午还要上工呢，都不饿咋的？去，说说吧，你们家怎么回事？说说吧，你们家到底怎么回事？大队长呀，你可得给我们评评理呀！这往前往后几十年，哪有刚进门的儿媳妇都把婆家人给打成这样的？还有我这大孙子，你看看这脸打得跟包子似的。不光这些呀，他竟然趁我们不在家，把我们房屋门给撬了，里面值钱的东西全给搬出去了，我们家唯一的母鸡都给吃了。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问你，那些东西哪一样是你的？哪一样不是你没经过我的同意从知青点搬走的？再说了，你们几个挨打那是活该。哎，谁家正常人半夜3点了，叫儿媳妇起来给他做饭，你没命吃了哎。再说那个，你不是林水生的战友吗？我问问你啊，我是林水生组织上的认定的妻子吗？行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这事儿啊，咱就这么过去了，没有隔夜的仇。要我说，人你也打了，东西你也拿了，要不咱就这么过去了，以后都不许再计较。周同志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看笑话了。那个小苏知青同志，老林说的对，毕竟都是一家人呐，不要计较那么多啊。就知道有外人在，他们不敢提这个话题。行，这话你说的。队长，正好您在这儿，请您做个见证。这件事儿咱就算了，以后大家谁都别提。很晚了，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毕竟今天活动量真挺大。想起来了，林水生报告上配偶的名字是何淑云，不姓宋。这大金镯子、大金链子，咱真不要了？那咋整？水生的战友在呢，水生马上就要退伍了。今天这事要是闹大了，传到部队去，怕是会影响他转业。还有，你看苏婉晴现在这个德行啊，他要是知道水生在部队里面还有个对象，那不得把这个家给拆了？那咋办呀？哎呀，你快说呀！等水生的战友走了，立马把他关起来。要是有人问起，就说他吃不了村里的苦，偷偷跑城里面去了。反正村里边也没几个人喜欢知青，不会有人怀疑的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都不能让那个贱人耽误咱们水生的前程。好了。
哇塞，这么多！哎呀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没想到这原主还是个小富婆，不愧是大户人家的独苗苗。不过，她竟然能从那吃人的后妈手里护得下这些东西，这该不会是真的？那她应该也不是什么善茬。不过后来为什么你就像变了一个人？不管是下乡还是嫁人，都毫不反抗。婉星啊，你阿姨给你报名了个下乡的活动，也算是响应国家号召。你收拾收拾，明天就过去吧。哎呦，这不是小苏知青吗？浑身上下都被人摸了。水生啊，你可得对人家负责啊！对啊，负责负责。看来你身上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呢。这回了护士，又是一场硬仗。不过姐妹你放心，既然我占了你的身体，一定不让你受委屈。回去一定帮你复仇，拿回你本就该属于你的一切。你好，同志，我是楚小阳。长得倒不错，身材嘛，上次也体验过了，上品。只不过林水生的朋友能是什么好鸟，这种人都远离。你好，我叫苏婉星。哎，怎么感觉苏同志对我有点抵触？可如果是这样，林水生的事儿我该怎么跟他说呢？奶奶，林叔林婶儿。小苏知青，这个是你要的东西。前几天的事儿呢，我都听说了。林老蔫儿一家可不是好惹的主啊！你要真想回乡，可不是那么顺利的事情啊。这，我倒是有个法子。哎，不行，这件事我们还没有确认。哎，妈，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这是唯一能拖住林老蔫儿一家的机会。什么法子？哎，5年前，林老蔫儿杀过一个人。我们只要报了治安员，让治安员把林老蔫儿带走调查，到时候我们就有脱身的机会了。消息保真？没错，这林老蔫儿和棒子山的土匪一直有往来，那群土匪是无恶不作，抢了不少的金银财宝。当年这土匪被剿灭时，那些财宝全部失踪了。有人说啊，那些财宝是被土匪们藏了起来。林老蔫儿和他的好兄弟钟金莲一直在找。5年前，两人一起去了趟棒子山，却只有林老蔫儿一个人回来了。钟家找了10几天都没有找到钟金莲的踪迹。所以你们是怀疑是林老蔫儿杀了钟经理？不只是怀疑啊，这钟金莲的老婆有他的日记，上面记录了他和林老蔫儿上山的日子。不是他，没有任何可能。钟金莲的尸体也一直没有找到，我们怀疑是被另外一个人藏起来了。藏起来了？爸，我怎么感觉有人在看咱们？大晚上有什么人？赶紧挖！原主当初被关起来的时候，看到林老蔫儿一家在院子里鬼鬼祟祟，没记错的话，就在林大全一家被匿名举报下放之后没多久。这么一来，一切串起来了。在林家老宅的花坛里面，尸体就在里面。我们带着治安员去查，一定查得到。对呀，这林老蔫儿修花坛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他什么时候还会种花了？我马上去找李小桃报案。这事儿能成吗？我就不信他还能1打4。我早看这个小贱人不顺眼。
这我的棍子狠狠的教训。行了，别说话了，这次绝对不能让这个贱人跑了。嘘，不能进去。林水生家里人有问题，在你回来之前，我看到他们鬼鬼祟祟拿着绳子和棍子进去，恐怕对你不利。林水生确实要结婚了，但他上报的对象不是你。我这次回来是专门给他取身份证明的。你不是林水生的战友吗？你为啥帮我？我们是战友不假，可这事是他做的不对，他明明有对象，还要不清不白的吊着你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所以你今天一直在这儿鬼鬼祟祟，是为了帮我？我原主对周向阳这个人没有什么印象，但看他做的这些事，应该不是什么坏人。看在你这么正直善良的份上，姐姐呢，带你去看个好戏。哎，等等！又偷袭！昨天的教训你们是一点都没吃够。林老蔫，你个老东西还敢使坏！等着，现在就找人来收拾你！都让开，都让开！治安员来了，治安员来了！治安员？谁是林老蔫啊？治安员同志，我是。你们这是？治安员同志，出什么事了？林老蔫涉及一起命案，我们接到报警，过来调查。命案？是我报的，他杀了我男人周经理。我觉得大半怎么回事？当年周经理不见的时候，我就怀疑一个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失踪，连个尸体都不曾找到。我看就是他杀的。他跟钟经理不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吗？这不应该呀！治安员同志，你看你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我怎么可能会杀人呢？再说了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当然有，这个本子里记录了你和我男人做的一切。精灵当时失踪的时候，就是和你一起去的棒子山。林老蔫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哎呀，弟妹呀，老钟去世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我也理解你的心情。你看老钟这尸体这么长时间都没找着，他是不是在哪儿躲起来了？就是，你没拴住自己男人，还怪到别人头上来。哎呀，这真是啊！哎，周同志，你有没有发现咱们村里这种花开的格外的大？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！我知道尸体在哪里，治安员同志，就在这个花坛里。啊！真的，李小东说的是真的。这手串是我男人爷爷传给他的，这珠子是这手串上的，是我男人留给我的。确实一样。林老蔫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呀？这林老蔫平时看着这么老实，没想到这么恶毒，都是装的。这种杀人犯就该直接被拖出去枪毙。就是拿出去枪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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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呀，同志。小李，林老蔫我们先抓回去，但林家人这段时间最好不要离开桃溪村，方便我们随时调查。是，一定配合治安员同志的工作啊！走。嫂子，一定要相信组织啊！这可咋整啊？妈，秀梅，秀梅呢？秀梅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家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一出事你就想着跑？我凭什么不能走啊？
你爸杀人还是要枪毙的，这是小事吗？我凭什么要跟着你们家下班到农场去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良心有什么用啊？我要是有良心，我会帮着你们家欺负人苏万行。明明知道水生有结婚对象，这报告都交上去了，还要他在乡下再娶一个。这新华夏都建立多少年了？你们家还有儿子娶第2个媳妇呢。哦，我说小宋知青最近怎么这么暴躁？原来是被骗婚了呀！哎呀，之前多么好的一个人，现在嫁过去3天就会变成这样子，可不是咋的？前几天你没听说吗？半夜起来做饭，搁谁不疯啊？要我说呀，这小苏知青做得好，这婆家活该这样。你个死贱人，在这想讲什么？哎，你给我，哎呀，儿子，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儿子你！咋样，狗咬狗的戏码好看吗？向队长，郭知青，柯知青，婉星，花姐，郭哥，你们婆媳2个还不嫌丢人？我的儿子！向队长，今天的事情知青点已经知道了。林家不仅骗婚，还苛待我们苏知青，希望你们大队给我们广大知青一个交代。柯知青，罪魁祸首已经被抓走了，我保证咱们大队以后绝不会再出现这种事儿。婉星，你怎么看？花姐，我想回知青点，他们林家人素质低下，道德败坏，你看看他们呀，万一下一个挨打的就是我这小身板受不了啊！说得对，你去收拾东西，我在这等你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来，看这个，奴役了我这么久，是我自己的东西，我总得拿回来。走，嘿，啊！你个天杀的，你个贱！哎呀，你以后可咋活呀？婉星，林家的事情你不用再担心了，你本来就是被骗婚的，后续不管他家出现什么事儿，都不会波及到你。不过你现在搬了出来，之后有什么打算？华姐，实不相瞒，我打算离开这里回护士了。这段时间你也吃尽了苦头，离开也好，那就祝你一路顺风，有缘再见。好，有缘再见。郭哥，你干啥还不走？热闹都看完了。你是临水生受害者联盟，你也想看他全家落马？放心，我都懂。在回护士之前呢，我会先去收拾林水生那个人面兽心的家伙。你的仇，姐帮你报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先走了，有缘再见，拜拜。嘿。妈，看，哎，小苏知青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苏知青，我们恨了林大花这么久，不亲眼看着她被抓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按照计划行事，上车。苏同志，好巧啊，你也坐这趟车。哎，周同志，队长说你不是要回乡一趟吗？怎么也在这里啊？部队有事儿，所以就直接回部队了。喂，哎，臭小子，你办完了事为什么不回来？奶奶，部队临时有任务，这次可能回不去了。任务，你一天到晚就是任务，你能不能考虑考虑终身大事儿？谁说没考虑我的终身大事儿？你考虑了你不回来，我告诉你，这次为了让你见胡婶的女儿，我费了多大的……等等，哼，你再考虑终身大事儿了吗？臭小子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好了，奶奶，我还有事儿呢，先挂了啊。哎，喂，
周小同志，革命的任务任重而道远，我们要开始努力了。你别误会啊。这有什么可误会的？领导需要嘛，理解理解。还好的不拘小节，没有怀疑。苏同志，上次你说的事儿，我认真想了一下，你没去过部队，要是想去找林水生讨个说法，有我在会更方便。正好我要回部队，可以帮帮你。苏同志。夏天的夜晚，它不再出现。快到站了啊！大家都醒醒，都醒醒！快到站了啊！大家都醒醒！苏同志，你醒了？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肩膀没事吧？嗨，没事儿，你看好着呢。快到站了啊！小苏知青下车了。哎，啊，哦哦。但我有点赶时间，要不我先走。圆圆再见。哎，小苏知青啊，咱们今天先找一间旅店先住一晚上，等明天再去林水生的部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哎，等等，小苏知青，你看那个是不是林水生？真是他呀！还真是，这个林水生，他真不是个东西。在部队，他偷偷的找对象，还拉着小苏知青不放。小苏知青啊，要我说呀，你大爷的！哎呀！呀，贱男人！你敢给老娘戴绿帽子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位同志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这是我未婚夫。同志，你的未婚夫叫林水生，是临溪市大丰县桃溪公社桃溪村人，没错吧？哼，你这背景调查做的还挺仔细的，但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，不过是觊觎水生的身份罢了。但这里可不是你能胡闹的地方。嘿，他也配啊！同志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他办过酒的妻子。哎呦，这干嘛呢？爹娘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了我看住他吗？不行，何水源他爸可是厂长，不管怎么样都得先稳住他。苏知青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我的地址的，也不知道你是出于何种目的过来碰我的瓷，但是你现在也看到了，我结婚了，并且我很幸福，所以你不要再纠缠我。哎呀，这我还以为是抓小三儿呢，什么把戏的？哎，这位同志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军人在前线保家卫国，这一回来就被你赖上了，你这寒了这枚子弟兵的心吧？就是，要说像这样的人，就应该被抓起来当典型。苏同志，我曾经也算是救过你的命，你这样做的话，是不是恩将仇报？我去你大爷！起来！提到这事我就来气。当初那河里的水都没没过老娘的腰，是你非得往我河里拖，还联合你爹娘一起诬陷我。我这被人摸了失了清白，哎，你咋不说我救了你落水的侄儿呢？还碰瓷儿，咱俩的事儿村里一打听就知道，你现在还想外头一个家里一个是吧？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你犯了重婚罪？哎，干嘛呢你们？哎，同志，这位小姑娘说她和这个军人是夫妻，但是她不承认，还说小姑娘污蔑她。这小姑娘一气之下就揍了她一顿。同志，你不要听他们瞎说，这些事情都是误会，我们自己能解决。解决？咋解决啊？治安员同志，我这儿有事实证据，证明我没有说谎。那你们跟我回趟指挥室。孙同志，我们刚刚跟桃溪村那边已经联系过了，确认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。至于你林水生，我们已经联系了你的直属单位，负责人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。谢谢你。水源，其实这件事情我可以跟你解释的，
你不要听他们乱说。你知道我家里的状况，其实这都是我爸妈逼我的。他们说，如果我不答应他们，他们就去死。这是我亲爸亲妈呀，我能怎么办？世源，你想想，我从始至终只爱你一个人。苦肉计来了，完喽！林水生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个傻子？你居然敢耍我，还想让我当小？世源，你也配叫我名字？苏同志，我为之前对你说的话道歉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性情中人，我喜欢。刚刚打的这巴掌够帅。世源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他就不是个什么好人。吵死了，别叫了。何同志，你有没有觉得他很不顺眼？姐妹，哎呀，舒媛，你怎么样了？舒媛，爸妈，哎呦，这就是你挑的好女婿。伯父伯母，我可以给你们解释，你不要听那个泼妇瞎说。还想骗人呢？我这儿还有革委会开出的证明。你以为我们何家是什么家庭？居然敢这么欺负我女儿！伯父，我真的没有骗你们，我真的很爱舒媛同志。同志，这件事事关部队与我女儿的声誉，希望部队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我们会严格处理，你放心。带走。舒媛，我是被我爸妈逼的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。舒媛，我真的很爱你，舒媛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舒媛，你救，醒啊，醒啊！林水生这个畜生，我们都被他骗了。苏远，快跟苏同志道谢，如果不是他，你这辈子就要进火坑了呀。苏同志，再次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我很喜欢你的性格，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可以做朋友。当然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正好在附近，就一起过来处理。你没事吧？我当然没事儿，解决了渣男，我现在活力的很。我小苏知青，小苏知青，小苏知青，我刚刚看到林水生被抓了，还打听了一嘴，说是问题很大，连工作都保不住了。你没事吧？当然没事了，婶子别担心。不过咱们首战告捷，要不要找个馆子庆祝一下？好啊！周同志一起。逍遥，估计是不行了，林水生的事情我也要参与，我一会儿就要先走。苏同志保重。好，那有缘再见。这是我家特别好吃的，我刚才看你特别好吃。今天这事怎么处理？严肃处理，不留情面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始终连接不上苏婉星的身体？也不是说傀儡术一旦使用成功，就再也解不开吗？唐诗月，你干什么？一个杯子都拿不完！我新买的鞋子。抱歉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烦死了！不对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到了，这里就是孙玲花现在住的地方。那个贱人干了那么多坏事，居然住这么好的地方。小婉婉，周奶奶，真的是小婉回来了。前几天你那后妈还到处在说你结婚了，哎呀，你才多大呀，多可惜呀！奶奶，那个女人逮着机会就跟别人说我结婚了，
他还真是一直败坏我的名声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。我们的小婉呐，是多好一个姑娘啊，怎么可能谁都不告诉就结婚了？他们是？我们是孙林花亲戚，找他有要紧事啊。行，那感情好啊。我出门的时候看见他在家，好，我带你们去，走。啊，走走走。哎呦，还是你们家丽丽懂事儿，哪像我们家那个呀？不知道跟她说多少次了，不能下乡，她偏要下；不能嫁给乡下人，她偏要嫁。还是怎么说都不听啊！真是不知道廉耻哦。哎呀，这后妈难当啊，谁能管得住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？谁说不是呢？这后妈难当，以前我是不知道，现在是深有体会。就是。林大花，林大花，这些年找你可真不容易啊！放开我！你们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林大花。你们是谁呀？怎么打人啊？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有什么话慢慢说啊！放开我！你们再打我报警了！好啊，你报啊！你身上可带着3条人命呢，我倒要看看，这到底是抓你还是抓我！林大花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你偷了家里的钱私奔，还害死了你2个侄子、侄女，还有你亲爹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良心过得去吗？你晚上睡觉睡得着吗你？还有这种事儿？孙玲花不是说她是被父母卖掉的吗？是啊。你放屁！我们家就3孩子，属他最小，最受宠。我们家日子还过得去，怎么可能会卖掉他？你们别听他们瞎胡说！他们就是为了卖女儿，我跑那是为了自救。你儿子女儿死了，那是他们该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贱人！林大花，你这不要脸的贱人！不要脸的贱人！我要杀了你！不要脸的贱人！你看看你穿的是什么？你穿的是我妈妈的衣服！你个贱女人，打死她呀！赶紧住手！住手！江主任来了。大庭广众之下，你们聚众斗殴，这怎么回事？医生啊，你快救救我呀！苏婉星他疯了，带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擅闯家属院，一上来就打我。好。婉星啊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跟爸打个招呼啊？怎么样？这个招呼够吗？苏婉星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可是你亲爹，你连亲爹也敢打！我的妈呀！你以前戴个眼镜装近视，这下真近视了。苏婉星，你还有没有点教养？教养？我爹都没啥教养，我能有什么教养啊？是不是啊？就是。而且，你还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。小婉婉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孽女，刚才对长辈动手也就算了，现在又在这里胡说八道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我差不多得了。婉婉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江叔叔。文阿姨，张伯伯，好久没见了，大院里的大家都还好吗？婉婉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听说你结婚了？江叔叔，
我是被迫嫁人的呀！我好好一个人在乡下干建设，谁想到就是这个贱婆子，她逼迫我，才让我嫁了人。她连同他们村里的那些人祸害我，诬陷我跟那个男人，然后就嫁人了。她给我找的那个婆家那个公公，那是个杀人犯。我家的那个老公是想着外头还有一个老婆，让我做小啊。都是他害的，都是他逼迫我的。我这次回来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我非得让他给我一个解释。我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呀！孙梨花，这婉婉说的可是真的？不是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他胡说的。明明是他自己愿意嫁的。我自己要嫁。好，我就知道你死不认账，我这可有证据。你看，大家伙都看看，这些就是这帮人这么多年往来的书信，还有这个贱婆子给他们打钱的凭证。别想，看看，真的，孙玲花就知道你不是东西，哼！你把婉婉挤兑到了乡下还不说，还惦记人家的婚姻，你真是蛇蝎心肠。就是，还天天标注自己是最好的后妈，没想到就是想钻进原配的女儿，连自己的亲爹、亲侄子、侄女的命都不顾呀！他会顾及自己的妻女吗？假的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！你们别听这小贱人胡说！孙梨花，这婉婉的外公外婆那可都是烈士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这么对待烈士遗骨！玉祥，你快帮我说几句话呀！这个蠢货，不是说能把这件事处理好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被发现了？看来只能牺牲他了。孙玲花，你他妈怎么回事？我让你照顾婉婉，你就是这么照顾的？好啊，苏玉醒，你现在把自己置身事外，是想让我自己背锅吗？啊！我给陶希孙写信的时候背着你了吗？把苏婉星赶到乡下，逼她结婚，这些不都是顺你的意吗？你个蠢货，乱讲什么呢？哼，你才是蠢货！苏玉醒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点小心思，你想让我自己背锅，没门儿！我呸！蒋主任，陶溪村那边打来电话了。赶紧把他们都抓起来！赶紧把他们都抓起来！是。江主任，这和我没关系，这和这事没关系呀。我也是冤枉的，你们别听他撒谎。江主任，江主任呐，我们是孙玲华的亲人呐，我们这次来护市，就是有他的状要告啊。陶溪村那件事情，我们都知道了。孙梨花确实有问题，这样，你们跟我们走一趟，把这些事情一起解决。好，走。婉婉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是老郑啊，你还记得他吗？你妈过世以后，他经常给你糖吃。姓郑跟孙梨花私奔的土匪是不是也姓郑？不仅如此，你后妈生的那个苏谢林，调皮的不行，他不但不嫌弃，还经常哄着他呢，还宠得不行。婉婉，
啊，来了！周奶奶，那我先去，你在家等我啊。哎，好好好，去。来了来了。蒋伯伯。啊，来坐。娃娃，事情我们也了解的差不多了，等补充完证据，就能把孙玲花处理掉。啊，不过这件事情结束后，你还准备回乡下去吗？不，我想留下来。啊，真的啊？娃娃呀，想当年你妈妈还在的时候，你跟我们这些叔叔伯伯关系多亲近。可后来你妈妈去世后，你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这不仅不跟我们联系了，还莫名其妙的接受指标下乡去，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多伤心。还好，你现在啊又回来了。原主的记忆里，他一直是大院里的团宠，但也就在母亲去世后的某一天，他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还彻底斩断了自己的靠山和退路。蒋叔叔，当初是我辜负了大家，不过您放心，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不知好歹。好，娃娃，你放心，有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在，以后不可能有人再伤害你。马上我让你文阿姨啊，在妇联给你安排个工作。好。小苏知青，我们把一切都说了，咱们交底儿了。事情要是被证实，林大花呀会被枪毙。保卫科的同志说了，等判决下来就给我们公社打电话。好了，这次你们也算如愿了。小苏知青，真的谢谢你啊，都是有你的帮助，要不然林大花也不会那么快被抓住。有生之年能看到林大花被枪毙，我死也无憾。刘姨，别这么说，这叫恶有恶报。如今他伏法，你们以后也能好好生活了。我们准备回老家了，等接到电话再回来。以后你一个人在护城，要多保重身体啊。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可一定记得给我们打电话呀！啊，好，你们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。哎，我知道。回吧。走吧。诗韵，等等我。走。这个香味怎么这么熟悉？这个人原主记忆里好像没有出现过，但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呢？算了，最近事情太多，不想了，回家。我去。婉婉呀，以后你就把这个放在身上，让它陪着你，它会保佑你的安全。好，那妈妈，你也一直陪着婉婉，好不好？好呀，我会一直陪着我们家小婉婉的。妈妈，医生，妈妈快不行了，记得去你阿公家。你阿公家后院离不到50米的地底下，妈妈给你留了好多东西。妈，我什么东西都不要，不要礼物，我只要你好不好？
傻孩子，要好好活下去。还有，小心你爸爸。妈妈走后，有什么事情去找你蒋叔叔他们，不要相信你的爸爸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原主的妈妈一定知道些什么，才这样对原主说。还有，原主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一定要找到真相，还原主一个公道。婉婉，你还没有吃饭呢吧？走，去周奶奶家吃饭。奶奶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这还有事儿呢。哎呀，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哟，这个孙梨花每天把自己收拾的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这家里乱得跟狗窝一样。哎呀，想当年要是你妈在的时候，一定是收拾的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一会儿周奶奶帮你收拾。走吧，跟着我们一起吃饭去。我不去了。哎呀，走吧。哎，哟，婉婉，快坐。婉婉别怕，都是自家人。你刚来护士，你叔叔阿姨高兴，所以我们决定给你办个接风宴。是啊，婉婉。听你蒋叔叔说，这次来就不准备回去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你张伯伯知道这事儿，高兴坏了。这是我们凑钱给你买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这不行，这太贵重了。别！哎呀，送给你的东西再贵也值得。好。奶奶，酒买回来了。啊，来坐下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你认识向阳？不仅认识，周同志还帮过我好几次呢。哦，苏知青，好久不见。哎呦，叫什么苏知青啊，多见外呀，都是一家人了。况且婉婉这次是要留在护士的。那我……我想起厨房还有菜没有端。你对我们家厨房不熟悉，还是我来吧。我也去。笑什么？不是说这年代的人都很含蓄吗？我看他们撮合人的时候不是挺直接的吗？没什么，正好他们走了，我有事要问你。你这次突然回护士，是不是为了调查孙梨花的事情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说你已经销假，要回部队述职。现在你突然回护士，应该是有什么事呗？蒋叔叔告诉我，上次的事情上面还要派人调查，而且已经过来了。孙梨花的案子，你从头到尾都有参与，所以我就猜到是你了。不愧是我中意的人，心思真是敏锐。你猜的没错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负责孙梨花的案子。我知道你们做任务需要保密，但我能不能请求你一件事情？如果你在孙梨花身上找到任何有关我家的事情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和你家有关？我怀疑我外公外婆还有我阿妈的死因都不简单。如果真的是有人动了手脚，我一定会把他们都找出来，绳之以法，一个都不放过。好，那你有没有查出什么线索？有，咱们家属院门卫的老郑，我怀疑他就是当年和孙梨花一起私奔的那个土匪。我会派人盯着他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查清楚。好，那就祝我们两个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看吧，我就说这两个孩子很配。菜来了。别。
你们咋了？来，吃饭。来，婉婉，你们家那么乱，今天就在我们这儿住一晚上。不了，周奶奶，我想回家住，毕竟这么多年没回来了，我想回家好好看看。好，那我也不劝你了，你回去随便收拾一下，凑合一晚上，明天周奶奶帮你收拾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婉婉，你等一下，向阳。婉婉，这盆兰花是当年你妈妈养的，拿回去做个念想吧。好，谢谢奶奶。婉婉这孩子这些年也真不容易，臭小子，你可要对他好点儿。好。这不是奶奶。收到消息，本位老郑可能是条小鱼，需要加派人手过来盯梢。收到，会立刻派人过去与你交接。不过，桃溪村这窝土匪已经到了收尾阶段，就算任务结束，对你的事业也没帮助。你当初为什么不接前往云省的任务？渡到那层金，你回来可就是我的上级了。因为在我心里，有比当你上级更重要的事儿。什么事啊？值得你付出这么大代价？好了，别问了，你以后会知道的。赶紧派人过来。谁呀？蒋叔叔。婉婉，这孙丽花还在审，你爸这边因为没有实际性的证据，只能让他先回家等着。知道了，蒋叔叔，麻烦你了。喂，让你们几个回自己家，你们来我家干什么？什么你家？这是老子的家！怎么，我回自己家还要给你打报告啊？赶紧让开，让我们进去。就是坏女神，快让我们进去！听到了吗？赶紧给我让开！干爸，我来吧，消消气。那个妹妹啊，我知道你还在因为前几天的事情生气呢吧？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哪有隔夜仇啊？再说了，这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别让外人看了笑话不是？赶紧让我们先进去吧。他身上的香味和那个味道一模一样。你谁啊？你谁啊？她是你阿姨认的干女儿，这几天都是她一直忙前忙后的照顾我们，不像你这个逆女就给老子添麻烦。行了，赶紧让开，让我们进去。干女儿？怎么？你是孤儿？你没爹妈，跑这来认别人爹妈的？不过姐妹，你这眼神也不咋地啊。苏婉星，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你还记得这套房子是厂子留给我妈妈的吗？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妈妈的名字，妈妈的去世遗嘱里说过，只要我年满18岁之后，她名下的所有财产归我所有。喂，你这脸怎么这么大呀？怎么敢来找我呢？是啊，当时宝珠去世还没1年呢，他又带着新人上门了，后来还设计婉婉下乡，还逼她嫁人。这个人渣，现在居然还道德绑架，想要这个房子，就是真不要脸。听到了吗？带着你的儿子女儿滚蛋！再敢敲门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苏婉星，我可是你亲爹！蒋主任，你看看他，
你们常委也不管管？这是家事，厂里边也管不了啊。哟，你看我这脑子，昨天厂长还跟我说今天早上要开个会来着，时间赶不及了。你先忙啊，我走了。蒋主任，蒋主任，你看，我就知道我家婉星最疼他老爸。带着你们的破烂赶紧滚！再敢来敲门，见你一次打一次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好，苏婉星，你给我等着！这里不好，不好！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喏，姐姐给你吃糖好不好？爸爸，真是对不起你和弟弟啊！你也知道的，我工资就那么一点儿，只能做得起这样的房子了。石月，别这么说，没有你，我和你弟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要怪，就怪苏婉星那个黑心干的。你等着，那钥匙肯定在他身上。等我们拿到钥匙，我们就有钱了。到时候花钱把你干妈弄出来，以后等着我们的都是荣华富贵了。没用的东西！苏婉星家里的财产都找了这么久，还没见到影子。要不是需要你牵制他，我才懒得理你们。都听干爸的。那个干爸，时间不早了，等会儿大卫还有点事呢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来，那水果呀，你拿上，路上去吃。好，姐姐走了啊。系统怎么样？我已经在苏婉星面前晃了那么多次，那箱起作用了吗？现在能不能下得气运？检测到目标信息，正在连接中。太好了，苏婉星，我可是有系统在手，我看你怎么和我斗。你的一切全都是属于我。哼。婉婉，以后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了。小玲，你带婉婉熟悉一下工作内容，我还有些事要出去一下。你好，我是周小玲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，一定要好好相处。苏婉星，请多多指教。这新同事长得可真漂亮，细致看着也挺好，希望不会像那谁一样。艾玲，咱这单位就咱俩啊？不是的，还有个同事，他们的座位在那边。这座位也太骚包了吧！不过咱们单位的人都挺好相处的，除了他。咋说？他可是咱们这片的交际花啊！看他桌子上的花，都是男同志送的，来者不拒，也不见臊得慌。那他们来了。周小玲，你是不是又在说石英坏话？周小玲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我跟你退婚只是因为我们两个不合适，跟石运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，别老想着欺负石运。洛婷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欺负他了？算了，洛婷，你和小玲从小青梅竹马，为了我闹成这个样子，小玲心里有气也是正常的。小玲，对不起啊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的。洛婷，他是我的未婚夫，你一直扒着他不放，现在还好意思说没想过伤害我？周小玲，行了，石玉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原来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？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的妈呀，还真是艺术来自于生活呀！不好意思啊。哎，玲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眼神不太好。玲儿，带我参观一下。干什么？婉香，
刚才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收场了。举手之劳。哎，你俩怎么出来了？都熟悉完了？怎么，你那前未婚夫又跟过来骚扰你了？是啊，文姨，自从他看上了唐诗韵，我就想着退出了。不过他怎么听不懂人话呢？老是觉得我要赖着他。你这2年过得也不容易，洛婷这事儿闹得多大？听说都这样了，你爸妈还不同意你们退婚？我记得以前你爸妈不这样啊。哎，小玲，你是说你爸妈也都突然变了个人是吗？你爸妈也跟突然变了个人似的？对啊，我跟他们说了好多遍，但是他们还是觉得我爱他爱的不行，死活不肯退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咱们片区的男同志哪个看了唐诗韵都为他失了婚。要我说啊，他就是狐狸成了精。哎，话不能乱说。哎呀，周小玲这情况跟原生几年前的遭遇竟然有些相似。要说原生和周小玲的共同之处，好像也只有和唐诗韵有着若有若无的关系。看来这唐诗韵有问题啊。诗韵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我连累你了。脚很疼吗？没事的，洛婷，不是你的错。那苏婉星是我干爹的女儿，一直都看不惯我。这次来妇联工作，连和小玲一起排挤我，这也是正常的。什么？你干爹的事我也听说了，没想到她就是那个暴打自己亲爹的不孝女。你放心，今天这件事，我一定还你一个公道。谢谢你，洛婷。不过婉星她毕竟是我干爹的女儿，而且现在大家一起同在妇联工作，闹得太僵也不好。可能就是我命不好吧。如果我能像小玲一样有疼爱自己的父母，可能婉星就会多看我一眼。诗韵，你别这么说，在我眼里你就是最好的。你虽然没有爸妈，但是你有我呀，我疼你。你放心，上回你跟我说的平优的事，我一定帮你拿下。谢谢你，洛婷，你对我真好。周小玲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这次你平优的机会就让给诗韵吧。洛婷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平优的资格是我自己凭本事挣的，凭什么让给他？周小玲，你放心吧，不会让你白让的。只要你同意，我呀可以感激你一辈子。洛婷，你以为你的感激是什么珍贵的东西吗？不当吃不当喝的，我要你的感激做什么呀？周小玲，你难道就不想跟我继续婚约？你难道就不想继续跟我在一起？停！车轱辘话，翻来覆去就那样，早就听够了。玲，打呀，抽他的脸，踹他的屁股。这世界上就没有听不懂人话的人。为什么装作听不懂？是因为打得不够狠。打呀！同志，消消气，他做的不是，消消气。你他妈的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究竟要我说多少遍？你们两个每天能不能离我远一点？洛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周小玲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告诉治安队。行，有本事你去，我就在这等着你。你等着。爽，太爽了，晚香！这次多亏了你，这两个狗皮膏药终于不用来烦我了。与其被人欺负，不如直接发疯。像他这种就欠收拾。不过他好像真的去治安局了，我们就在单位里等。没事，就在这等他。对了，我先去给我爸打个电话。喂，爸，我把洛婷打了，他去治安局了，我现在在办公室。好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刚才就敢
抡圆了闪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打的我，他撺掇的。你说你这么大高个，像个小孩似的告状呢？治安员同志，我们这儿没有人打人。你说，做人做事儿你得讲究真凭实据。温主任，咱们这儿有人打人？没有啊，我们这儿和平的很。就是，治安员同志，都是他非让我把平邮的资格让给他，不然他就去找你们。妙啊，走极品的路，让极品无路可走，这姐妹也太聪明了吧。陆同志，周同志说的是真的，平邮可是涉及原则问题，你让他把平邮机会让给唐同志了。这洛婷不是周小玲未婚夫吗？怎么还让自己未婚妻让平邮名额的？你不知道，他被唐诗韵迷了眼，一心想和周小玲退婚，和唐诗韵在一起。不过逼前对象把平邮机会让给现对象这事儿，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这俩人真够不要脸的。对，治安员同志，不是你想的这样。诗韵和周小玲可不一样，她有爸妈，这个评优资格对诗韵非常重要。如果说她没有这个评优，会影响她之后的工作的。小玲的评优资格不会让给唐诗韵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洛婷，从今天起，我正式提出退婚，我女儿周小玲以后也不再和你有任何牵扯。周叔叔，我跟他的婚约可不是由你一个人。等会儿我就去找你爸，以后不准再纠缠我们家小玲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任务失败，即将掉落惩罚。这个声音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罗婷，你听清楚了吧？以后离我远一点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你要想当个垃圾，就好好待在垃圾桶里。你说谁是垃圾？什么味道？恶心。闻到没？难道诗韵，你怎么了？我突然想起来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诗韵，你等等我。刚刚那声音应该不是我的幻听。唐诗韵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我的脸怎么会这样？宿主获得评优，任务失败，即将随机取消已获得技能。不要，系统，不要收回我的技能！我保证，我下一次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我吃了那么多苦，才能走到今天，我绝对不要再回到以前。妈妈，我可以给他一份糕点吗？去吧。给你。我们家婉欣真善良。凭什么他能拥有这么美好的人生？恭喜宿主绑定本幸运系统，完成任务即可获得幸运值，改变人生。哼，我选他。我一个黄鼠狼精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合适的躯体化成人形，就是为了过上美满的生活。我一定会夺走苏婉欣的气运，成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主线任务：获得苏婉欣祖传宝藏，任务成功，获得10个积分点，请确认是否接受。我接受。时运呢？干爸呀，之前说找钥匙，这事怎么样了？有线索了吗？有个屁！
孙家人一直防着我，之前认识孙宝珠的人，听说了我和婉欣的事儿，现在全都不理我，把我当过街老鼠。那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那苏婉欣的亲爸，就没想过去找找她？别提那个逆女，那逆女和他妈当初一样，早知道当初就应该。世云呐，干爸身上没钱了，你看能不能？干爸，我们这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那钱都是小事。就是干妈这不是还在里面被关着吗？咱总得想想办法不是？你说苏婉欣一回来就把你们给赶走了，这钥匙会不会其实一直就在他身上？下乡的时候，我把房子翻个底朝天，什么也没有啊。诶，你的意思是，他把那个钥匙带下乡了？嗯，是啊，我们一直找不到钥匙，只有这种可能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好啊，我就知道孙家人一直在防着我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快快长大，长壮壮的。谁在外面？不对，着火了！那谁家？谁家都这么大火呀？俺家！哎呀，来人呐！来人救火了！奶奶，出什么事了？我晚家着火了，爸爸还在里面没出来呀！什么？哎，向阳，你小心点儿！婉欣，婉欣，学弟，我没事吧？没事，就被熏晕了，得赶紧去医院。快去医院！这件事情就当给你一点教训。哼！哎呀，怎么着火了？哎呦，那是我家呀！快跟我进去救火！我怎么记得昨天晚上好像晕过去了？你醒了，好点了吗？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没事。你受伤了？没事，小伤。婉，你终于醒了，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我特意给你炖了鸡汤啊。婉，你还真的要好好谢谢向阳，昨天是他把你从火场里救出来的。周奶奶，你是说我们家昨天起火了？是啊，昨天他为了救你还受了伤。我进去的时候你正倒在地上，所以起火之前你就已经晕倒了。昨天晚上我本来在浇花，听到家门口的动静，然后我就晕倒了。而且晕倒之前我又闻到那只香味，难道是唐诗玉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婉呀，你是最近工作太累了，我得跟你文阿姨说，你这刚来护士，不能给你安排太辛苦的工作。婉，说来呀，你肯定想不到，昨天晚上积极救火的是你爸爸苏玉行，他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都给救了出来。奶奶，你是说昨天晚上苏玉行在场？是啊，刚开始
我们以为他是来偷你东西的，可后来他什么也没拿，直接就走了。他可能是想着以前对不住你，可以找机会来帮助你的。可能吧。婉婉啊，你好好休息，向阳好好照顾婉婉。好，我先走了。放心吧，奶奶。哎，你是有什么心事儿？我总觉得昨天晚上苏玉琴去救火没那么简单，这把火有可能就是他放的。为什么？为了什么我确实还不清楚，不过根据奶奶的说法，他去救火却什么东西都没有拿，代表放火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，只要没有达到他的目的，他就不会放弃。也有可能他会放第二把火。没错，你说的对，不过还好昨天没有殃及人员，但是就这样放任他下去，早晚这家伙是个定时炸弹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想办法问出他想要的东西。你打算单独去找他？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这样做太危险了，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。嗨，一个苏玉行而已，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那你现在怎么躺在这儿啊？那是有原因的，我是等等，你为什么这么担心？不会是……我以为我表现得很明显了。他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其实我25床换药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深入险境。你先休息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孙家的事情，你们查的怎么样？孙家武馆一家的死确实另有隐情，苏玉行有很大的问题。果然，孙家是烈士，这件事组织是不会不管的。周同志，请放心，我们已经派人过去了。等找到证据，我们就能将苏玉行绳之以法。好，我在护室等你们。华行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？身体好了吧？没事了，太好了。对了，给，这是啥？这是我让我妈给你炖的汤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你跟阿姨的心意，我怎么会不喜欢？闻着就香。好香啊！听说前几天家里着火了，人没事吧？啊，这个是我从庙里给你求的符，用来保平安的。你送学业有成的护身符给婉欣保平安，你故意的吧？啊，谢谢你。那这样，这个好好学习的送给你。谢谢你，我会好好学习的。他这是不识字了。你说咱们这儿会招文盲吗？怎么可能？咱们妇联这么多资料，要是文盲，这些工作怎么办啊？看来这唐诗韵的身上出了什么问题，是因为我上次听到的那个声音吗？回家，小帅哥。好像是来找你的。
行，我处理一下。走。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突然来找我。婉欣，你的怀疑是对的。你是说苏玉行？没错，但是我们现在想要抓他，还没有确凿的证据。我有办法，我来搞。怎么回事？护身符已经送了出去，为什么还是连接不上苏婉欣的身体？干爸，那钥匙还没找到吗？我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钥匙。哎，诗韵，什么味道？有点臭。干爸，你闻错了吧？这可是我朋友特地从美帝给我带回来的香水。糟了，因为能吸到的气越来越少，系统能量不够，技能又掉了一部分，不仅不识字，连身上的味道也盖不住。我得赶紧想办法找到苏婉香祖传的宝藏，不然就完了。干爸，苏家也已经烧干净了，钥匙不在苏家，还能被苏婉香藏到哪儿去？那只能去问她了。但是这个逆女现在都不愿意见我。周婶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玉行啊，是婉婉让我来给你带个信儿，她知道你这次帮她救火的事儿，想谢谢你，请你到国营饭店吃个饭。苏婉星请我吃饭，来全不费功夫啊！好，我马上去。好。爸，你又搞什么名堂啊？爸爸，我这次来是来真心跟您赔礼道歉的。昨天晚上，周奶奶都跟我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的确一直恨你，我恨你。明明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为什么要联合孙玲花把我送下乡？但是昨天之后，我明白了，爸爸你也是在乎我的，所以我这次来是真心给您赔礼道歉。我还想把您和弟弟接回去，咱们阖家欢乐。我以为他多聪明呢，原来跟他妈一样，是个重感情的蠢货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心意。好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听说你妈妈给你留了一把钥匙，只要你把那把钥匙交给我，我就原谅你。爸爸，钥匙在这里。果然在你这儿，来，给我吧。但是，爸爸，这个是妈妈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了。在交给你之前，我得知道这个钥匙究竟有什么作用。不该问的别问，给我。苏婉星，你个逆女，你敢这么对我？我是你爸爸，赶快放开我！呸！说，这钥匙到底干什么用的？蠢货，还想阴我？你说你们孙家人可真不是东西啊！当年我在你们孙家做小伏地这么多年，老头子老太太到死都还要防着我。不过那又怎么样？现在这把钥匙依然是落在了我的手里。闺女，怎么样啊？这药的效果还不错吧？专门为你配制的。我知道你身手好，但那又怎么样？要不是你运气好，在前2天的火灾中
你就应该死了。所以，那把火果真就是你放的？哈哈哈哈！没错，是我想要亲手杀了我的亲生女儿。你知道吗？自从娶了你妈之后，我的脊梁就被上门女婿这顶帽子给压弯了，到现在还直不起来。苏婉星，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你吗？因为只要我看到你，我就想起当年我在孙家所剩的一切，你就是我生命的污点。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够摆脱过去的一切。住手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放开我！苏婉星，你竟敢炸我！我要弄死你！苏玉贤涉嫌故意纵火，侵吞他人财物，证据确凿，现依法将你逮捕。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婉星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跟上次的放火香味一样，只不过这次药效小一些。走吧。苏婉星，怎么回事？这么大阵仗？好像说他烧杀抢夺，这被抓得被枪毙吧？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没有我，你们找不到想要的东西！快救救我呀！这个蠢货！啊！系统给我的貌美如花技能好像越来越弱了，最近一直不受控，怎么回事？他刚刚说我们，难道他跟唐诗韵背后还有人？那边说苏一行嘴很硬，除了纵火的事情，其他一概不认。所以我们就算怀疑孙家的事跟他有关，现在也没办法定他的罪。他隐忍了这么久，上头还有人不肯认罪，那也正常。不过，还是谢谢你，毕竟是你让我知道我妈一家的死的确另有隐情。这是我答应你的，也是我应该做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句话想告诉你。什么话？你就是你自己，你不是任何人的污点。你都听见了？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让苏一行得到他应得的惩罚。苏婉星，你给我去死！嘿，小屁孩，你想干嘛？你这个贱人，快把我爸爸妈妈还给我！嘿呦，臭小子，你要跟我硬碰硬？欠教训！苏小姐，苏小姐，孩子还小，不懂事，您放他一马。你为什么在这儿？我这就带他离开。苏小姐，您忙。走走走，乖，别惹你姐姐生气。放开我！她就不是我姐姐，她是赔钱货。啊，乖，给，哎，走走走。你有没有觉得苏谢林长得特别像？谁呀？你是说，我这就去调查。走吧。这苏玉行真狠啊！这么大的火，烧的家里什么都没了。
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。不过看来他们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。不过那把钥匙到底在哪里？可惜了。小心点，让我来。是钥匙，钥匙居然在这盆兰花里。婉婉，周奶奶，我妈把那盆兰花交给你的时候，有没有说过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是说等你长大了懂事儿了再让我交给你，还说总有一天你会懂得这盆花的意义。这次我看你从乡下回来沉稳了不少，我便想起了你妈妈的嘱托。可惜了，你妈留给你的唯一念想是让苏玉行那个混蛋给毁了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，居然想纵火烧死自己的亲生女儿？还好你没事儿。好啦，兰花的寓意。婉婉，妈妈快不行了，记得去你阿公家。难道是？苏玉行和孙莲花那条线已经废了，现在只能靠老郑那条线了。我知道了。诗韵啊，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。你不是想要北上吗？想要有个新的身份，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，过时不候。胡氏已经不适合我待了，我得换个地方，才能吸到更多的气运。我会努力的。好了，我也不多待了，你好好做，我相信你能办到。出了什么事？苏玉行被抓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被抓了，你以为你还能藏多久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要你跟踪苏婉星，找到苏家藏起来的财产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哪怕杀掉他也可以。你说什么？跟丢了？不是说了盯好他吗？怎么可以跟丢了？知道去哪了吗？奶奶，婉星回来了吗？婉星啊，她说不回来吃饭了，说回老宅一趟。老宅？不好，奶奶，我出去一趟，不用等我了。哎呀，这俩孩子怎么回事儿？都不回来吃饭呢。这院子好像荒废很久了，应该很久没人了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妈妈还特意分2次线索给我。后院往前走50步。
1、2、13、14、15、16、37、38、48、49、50，就是这里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总算是找到了。看来今天你是非死这不可。咱俩今天谁死谁亡还不一定呢。牙尖嘴利，当年我能弄死孙家满门，今天照样能捏死你。你是说，当年孙家的事，你也参与了？哼，不然呢？就凭苏玉行那个蠢货，能做得了这么大的事？不过可惜啊，孙家人性格谨慎，那个蠢货做小伏低那么多年，最后还是没得到这箱子的消息。那今日，咱俩新仇旧账一起算。去死！姑奶奶当年一个打10个的时候，你还在地里玩泥巴呢！给我上！住手！文香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奶奶说的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没事。郑安院同志，这个人不仅参与了命案，可能身份也很存疑。他可能就是当年和孙玲花一起私奔的土匪。这条信息非常关键，我们会记录在册，严加调查。冠清，今天太危险了，你以后别一个人行动了。嗨，知道了。小心！周向阳，医生，他究竟怎么样了？手术虽然成功，但病人流血过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来。周向阳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一个人去老宅的。这样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能醒过来，我再也不一个人冒险行动了，好不好？吵死了！你醒了？我就让医生给你开个玩笑。开玩笑？周向阳，这种事情是能开玩笑的吗？你没事吧？小心点。没事儿，放心。你哭了？为什么哭？是不是因为担心我？我是觉得你救了我，帮我挡了刀而已。文心，其实我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您是？这位是安全局的唐副局长，周同志。后续老郑的事就由他接手了。
今天过来，我是想向周同志了解一下陶西孙这个案子的后续情况，方便我们局里后续调查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去打壶水。情况我都了解的差不多了，感谢周同志的配合。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那后续麻烦唐副局长。好。不对，他身上怎么也有唐诗韵身上的香味？你们都聊什么？他就问了一些老郑的基本情况，但这些东西材料档案里都有。你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？这个唐副局长和唐诗韵一样，身上都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我怀疑他跟唐诗韵应该认识。不好！立刻回局里。问到了，安全局确实有唐副局长这个人，但他马上要被调去北上，而且陶溪村土匪案也没有到他手里，所以他今天来是来打探消息的。那苏玉行和唐诗韵头上的人会不会就是他？有可能。他发现老郑没有说跟他有关的东西，现在恐怕会第一时间灭口，我们得赶紧去安全局。慢点。接下来我要对犯人进行1对1的审问，你们在这守着，没有我的许可，不许放任何人进来。是。成事不足。所以，你这是查到了什么？居然把自己也倒进去了。钥匙和箱子都在苏婉星那里。好了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什么意义。我在护市的港口留了人，只要我拿到了箱子，我会想办法把你给弄出去。只要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的下半辈子到哪都会荣华富贵。谢林呢？谢林在哪里？啊，诗韵已经把他给接出去了，你放心，他很安全。等我港口的事安排好了，我会立马把你给弄出来。对了，你饿了吧？我给你带了点鸡汤，你先垫垫肚子。让开！副局长正在亲自审理犯人，你们现在不能进去。是上头下达命令，我看谁敢拦？不能喝，汤里有毒。不能喝，汤里有毒。姓唐的！这些年我为你卖命，做了那么多见不得光的事，现在竟然想杀我！唐副局长，你涉嫌包庇、放纵罪犯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逮捕我可以，
希望你们能有证据。唐副局长已经落网了，你还不交代吗？交代什么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你好，麻烦把东西拿来。认识吗？苏婉星，他是你弟弟，你要对他做什么？我弟弟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你的孩子吧？你居然……你一直不肯说出真相，也是在顾及他的安危。但你知道吗？自从你被抓进来之后，唐诗韵跟唐副局长根本就没有管过他。他一直在外流浪，直到周奶奶捡到他，才把他带了回去。骗子！这群骗子！老郑，只要你答应说出真相，组织保证，绝不会放任苏谢林不管。好，我说，你们不是一直在调查当年山上那些财宝被运去哪里了吗？现在就告诉你们，全都是姓唐的干的。还有林大花嫁去孙家的事，也是他的手笔。他一直想借孙家来洗钱。我也没想到，孙家跟陶溪村的背后，竟然牵扯如此之多。老郑认罪之后，苏玉林得知苏谢林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也认罪了，承认当年下了毒，导致孙家老人和你母亲离世。婉星，哎，打住，我没事啊。毕竟现在这样才算调查清楚了事情的真相，我也如愿了。我想你也是，对吗？嘿，你等等我。这个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东西。你想打开看看吗？看看吧，可能我的家人都是因为他而丧命。哇，这也太多了，难怪他们要为了找这个东西拼得你死我活。这么多，就算是神仙来了，难免动了凡心啊。你笑什么？你不动心？周向阳同志，你真的不愧是根正苗红的接班人。你干嘛？我知道，国家现在就是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当我尽了一点自己的小小心意，你帮我把它上交上去。谢谢你，婉星。别说了，你再多说，我就要后悔了。人家真的超心痛的。别抓我！别抓我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跟我没关系。是我。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？你不是被抓了吗？我找了机会逃出来了，东西呢？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把东西拿出来？什么东西啊？还跟我装！这些年你在我眼皮底下做那些事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些男人一个个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你以为那些人都是傻子吗？还是说你真的以为你的魅力那么大？
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藏有底牌吗？咱们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要是有什么事，你能落什么好吗？你赶紧把你那个叫系统的东西给我召唤出来，把我们送走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以为呢？我为什么当初让你插手孙家的事，让你认苏玉行为干爹，让你害苏婉星？行了，不跟你废话了。你要是想死在这里，你就继续跟我磨蹭。我做不到。你什么意思？那个系统，它只能通过吸收别人的气运控制其他人，而且它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失效了。它根本就没有转移的功能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只能用最后的办法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把你送到孙爷那儿去，叫他指条明路。不要！你是谁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哟，还是只有性格的小野猫。我呀，就喜欢把野猫的爪子一根一根的拔下来，慢慢的驯服它，让它乖乖的听话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宝贝儿，这就叫唤上了，别担心，等一下让你叫个够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苏婉星，都怪你！为什么要失去控制？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为什么不死在桃溪村？有人来接你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咱们下次再聊。好。你咋来了？不在医院好好休养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唉，真好。文星，唐副局长死了。死了？前几天他以回家拿证据为借口，局里的人还在找，就在静海发现一具尸体，是唐副局长。那唐诗玉呢？不知道，现在还没找到，就好像什么痕迹都没有，就连新给的身份信息也是假的。假的？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该死！文星，怎么了？唐诗韵把小林抓起来了。苏婉星，明晚7点带着宝箱来港口换你的朋友，独自一人过来，不要耍花招，不然小心你永远也见不到他。唐诗玉，箱子我给你带来了，放了周小玲，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。苏婉星，现在他可是在我手里，想让我放了他？好啊，那你跪下来求我。苏婉星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待在乡下？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为什么要和我作对？苏婉星，你不是自取身手好吗？今天我就要让你记住，他是替你而死。现在呢？苏婉星，你就应该永远烂在泥里，
永远在你里仰望我。我看你是脑子里水多，需要被我打出来，话少一点，指不定还能再跟我打一打。系统呢？系统，苏婉欣都离我这么近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吸她的气运？你快吸啊！系统，原来你就是靠这个破玩意儿夺走了本就该属于我的人生。宿主注意，妙笔生花技能掉落，青椒百倍技能掉落。宿主请注意，系统负荷过重，即将寻找下一个宿主。什么鬼东西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是天命之女，为什么我斗不过苏婉欣？婉欣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他都被我打趴下了。喂，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？婉欣，我马上就要归队了。然后呢？如果你愿意，我觉得可以升华一下我们的友谊。哎，你听说过吗？听说什么呀？我二舅姥爷说，东北那边有黄鼠狼成精的传说。黄鼠狼成精变成什么呀？当然是人啊！听说变成美女专吸男人的精气。胡说八道，那不就是狐狸精吗？怎么又是黄大仙啊？确实听说，你爱信不信？那我要是说我不愿意呢？那我就求到你愿意为止。